美国称霸全球的四大武器，你知道哪一些？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能否应对得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如今世界上形成了多足鼎立的局面。一个国家的发展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中军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的安全要看军事武器的实力。当今世界上有四大武器是最先进、最厉害的，而且四大武器都在美国。这四大武器分别是福特级航母、核潜艇、B-2隐形轰炸机和第5代战机 F-35。这四种武器要是同时亮相的话，绝对算是镇国之宝。其他的国家看到之后也都会瑟瑟发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别介绍这些令人不禁寒战的武器。第一个是福特级航母，这款武器是2005年8月11号开工建造的项目，于2017年7月22号正式服役。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运用了虚拟影像技术，对各个部件的精确度有着非常大的提升。加上它的设备是全面的网络化，所以有效地降低了人力上的需求，整个航空母舰的运作是相当的自动化。由于福特级是采用核动力的航母，反应堆燃料一次可以使用25年，基本上可以保持长期的高速航行。福特级的航母相比常规航母更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它们昂贵的建造和使用成本是必须有燃料存储上节省出来才行。进行远程的攻击任务时，改良的武器与物资操作设计上，以拦截不同重量的舰载机，其11条先进的线性马甲电梯保证了隔间的水密性，改良且加大的飞行甲板能大幅度的提升出击率。较小的风阻舰岛的空气动力设计，包括更为巨大的间隔水密性。美军的海军航空母舰一直使用的是蒸汽弹射器，半个多世纪以来，蒸汽弹射器进行过更新换代，以多次升级，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航母关键性支撑部位。先进的降落拦截索可以调节不同的位置的重量。介绍完了第一个，来介绍第二个。20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美国为了对付全空域防空导弹系统，拦截苏联大力发展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为了能寻找一种能够摧毁苏军战略基地的秘密武器，美国人想出了让飞机可否隐形的计划，要求能够避开敌方的雷达，潜入敌方深入。为此，美国将此事提上了具体议事日程。B-2战斗机的机型结构最终确定的是一个飞翼，飞机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可以做弹舱的电子设备，中央机身两侧的隆起式发动机舱，锯齿状进气口布置在飞翼背部。每个发动机机舱内安装2台无涡扇发动机。B-2轰炸机以其隐身为著名，并不仅限于雷达侦测层面，也包括降低红外线，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作战航程达到 1.2 万千米，在空中的飞行时间基本上不小于10小时。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B-2隐形轰炸机的首次服役，直接炸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的3名记者。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战略轰炸，这足以见得这款轰炸机的威力有多么的凶猛。此次事件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B-2轰炸机的2个旋转弹架能携带16枚 AGM-129 型巡航导弹，也可携带80枚 MK82 型或16枚 MK84 型普通炸弹，或36枚 CBU-87 型集束炸弹。使用新型的 TSSM 远程攻击弹药时，携弹量为16枚。第三个就是核潜艇。1963年4月23号，首艘拉斐特级核潜艇服役，它是美国海军旗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拉斐特核潜艇上的雷达非常的先进，是具有多功能的，主动式和被动式的声纳都兼备。它的成功建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有这个实力与能力运用于海洋战争中。拉斐特级战略核潜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世界的顶尖水平了。它的总体设计上的原理以及总体布置形式，对很多国家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核潜艇的居住性也是其亮点之一，水下发射导弹和动力装置等方面也获得了许多满意的效果。拉斐特服役的时候，当时共有31艘，导弹也是非常的多，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规模的水下舰队。相比华盛顿级和伊桑艾伦级，指挥台在靠近艇首的位置，然后一直延伸到艇尾的部位。其动力系统和武器系统在未来也是可以有很大的竞争力。
最后一个就是美国的第5代战机。说到第5代战机，目前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拥有第5代战机的技术，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中国的歼20第5代战机在当时刚出世的时候，震惊了全世界，连美国都开始拉起了警惕，因为中国竟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拥有了第5代战机的技术。那么歼20为何引起这么大的议论呢？先来介绍一下这款战斗机。这款战斗机是我国第一款突破性的战斗机，它的研制朝着4大目标发展，打造跨代新机，引领技术发展，创新研发体系，建设卓越团队。其次，这款战斗机突破了西方的发动机技术限制，成功研制出属于自己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被称为太行。太行发动机于1978年预研，1987年立项，2005年12月28号完成设计定型审查考核，历时27年。太行发动机是中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大推力加力式涡轮风扇，它结束了国产先进涡扇发动机的空白。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解决了中国现有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主要心脏病。太行发动机不但可以作为战斗机的动力，并且太行发动机未来的大涵道比加力改型可以用于轰炸机。太行的产业过程严格按照美军的军用航空标准，发动机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比以往有质的飞跃。美日等西方国家自然非常的忌惮。就目前来说， F-35是美国5代机的典型代表。据有关专业人士分析， F-35比其他战斗机最具优势的还是隐身能力。隐身能力配合被动电子探测系统，使其在空战中能够隐蔽接敌，并能够在雷达不开机的前提下发射空对空导弹。F-35最广泛的市场推广策略，加上其低成本，使其将成为所有战斗机在市场上的最大敌人。但 F-35研制成功尚需时日，而且进度受阻和成本的不断提升，也造成美国军方的很大困扰。那么就会有网友问了，歼20和 F-35战机的区别在哪里呢？ F-35属于战术飞机，无论是海军的航母任务，还是陆战队的支援任务，都要插一杠子，导致综合性能很平庸。而歼20不仅立足中国传统的本土防御战场，未来更是要应对中国周边复杂情况，大航程高机动性和多频段隐身能力都是必须具备的。两相比，自然是我国的歼20更胜一筹。即使是现役未使用的矢量发动机歼20，面对 F-35也有一战之力，充其量 F-35态势感知能力稍好一些。至于机动性，歼20完全占优势。如果换上涡扇15矢量发动机，歼20的机动性将更强，隐身性能将更好，整体性能也将超越 F-35。说到歼20的成功研发，离不开的就是核心技术人员，2位核心技术人员杨伟和李刚，他们曾经突破死亡陷阱，对部队飞行员畏惧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了重大的意义，也为空军培养新一代高素质试飞员和完成今后多种新型战斗机的失速尾旋试飞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安全得靠军事实力才能够维持长久的和平稳定。